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？每天一定要喝2000到2500cc 的水，才能保持健康。几乎每个人都曾被这句话洗脑过，甚至有些人为了保养皮肤，硬是每天灌好几大瓶水。但你知道吗？这个看似科学的喝水标准，其实存在着严重的误解。今天我就要带你深入了解，每天到底应该喝多少水？多喝水真的百利而无一害吗？追溯到1945年，美国一个国家食物与营养委员会曾经提出过建议，一般成年人每天大概需要 2.5 公升的水，每消耗1大卡热量需要1cc 的水。所以，如果一个人一天消耗2000大卡，就大概需要2000cc 的水。听起来合情合理，也因此被许多书籍、媒体广为引用。然而，很多人只记住了一天需要 2.5 公升水，却完全忽略了文件里面一关键提醒：大部分水分可以从食物中获得。也就是说，并不是要你把整整 2.5 公升都用喝水的方式补进去。除了科学报告的误读，名人也推了一把。有一位知名模特曾公开表示，她的皮肤能白嫩透亮，就是因为每天狂喝4-5公升的水。这样的说法立刻成为年轻女性争相模仿的保养秘诀。结果不少人开始不顾身体状况，每天强迫自己大口灌水，甚至晚上起床跑厕所好几趟。可是这样真的有用吗？事实上，皮肤的保湿更多是依赖皮肤屏障功能与油水平衡，单靠喝水并不能让皮肤永远水当当。但这个观念却让喝越多越好的迷思在社会上愈传愈广。美国生理学期刊曾经做过评论，直接点破，建议每天喝6到8杯水其实没有医学文献支持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数字只是一种经验建议，并不是严格的科学结论。人体的水分来源有3个，食物像蔬菜、水果、汤品都含有大量水分，饮品白开水当然算，但咖啡、茶、牛奶甚至汤汁也包含在内。代谢产水，当我们燃烧脂肪或葡萄糖时，身体会自然产生200到300cc 的水，光是前2项就能提供人体一天需求的1半以上。所以你每天喝的那几杯水，其实只是补充，而不是全部。我们再看看几份国际研究。德国研究数据，成年女性平均每天总水分摄取量约 2.11 公升，男性约 2.51 公升，但其中有将近1半来自食物和代谢。真正喝进去的水，女性约 1.21 公升，男性约 1.51 公升。澳洲调查，成年女性不含代谢产水，平均从食物与饮水获得约 2.81 公升，男性约 3.41 公升，但同样有超过1000cc 来自食物与代谢。结论很清楚，国际间的实际数据跟网络谣言的每天必须喝2500cc 水并不一致。大多数人一天真正以喝水方式摄取的，其实落在1200到1500cc 左右。很多人以为水是百药之王，喝再多也不会有坏处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若长期喝水超过需求，血液中的钠离子会被稀释，导致所谓的低钠血症，严重时会出现头晕、头痛、恶心、呕吐、意识混乱，甚至水中毒昏迷，危及生命。国外就曾经发生过运动员比赛后疯狂喝水，最后因为低钠血症而丧命的案例。所以千万不要再把喝越多越好当成健康口号。医学上其实有几种计算方式。体重算法，每公斤体重大约需要30到45cc 水。例如一个60公斤的人大概需要1800到2700cc。热量算法，每消耗1大卡
就需要1cc 的水。如果你一天消耗2000大卡，就需要约2000cc。体重百分比，水分需求大约等于体重的4%。这些算法提供了参考，但结果会有差异。所以医师通常会提醒，最重要的还是根据环境、饮食与活动量去调整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其实我们不需要精算每天喝了多少水，流失了多少水。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观察自己的身体信号。尿液颜色就是一个非常直观的指标，颜色太深，味道浓烈，代表水分不足，身体正在发出缺水警告。这时候就应该补充一些水分。完全清澈透明，代表水分已经很充足，甚至可能喝得太多了。淡黄色，味道不明显，则是最理想的状态，表示水分平衡刚刚好。除了尿液之外，口渴感也是一个重要提醒。但要注意的是，老人、小孩或是某些慢性病患者，他们的口渴感常常不敏锐，等到真的口渴才喝水，可能已经太晚了。因此，这些族群更需要主动提醒与协助，养成定时小口喝水的习惯。简单来说，我们不需要复杂的计算公式，身体本身就是最好的检测器。只要留意尿液颜色、口渴信号，并根据天气、活动量调整饮水量，就能维持健康的水分平衡，避免脱水或过度饮水带来的问题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关于喝水有很多流传的说法，但其实有些是误解。不渴也要喝水，很多人以为要强迫自己不断灌水，其实对于一般健康人来说并不需要。身体有一套很精密的调控机制，当水分不足时会自然产生口渴感，只要顺应身体的需求喝水就好，不必硬逼自己喝到特定的公升数。喝水可以变白变美，这是一个常见的迷思。科学研究显示，喝水确实能帮助维持身体代谢和皮肤的正常功能，但皮肤是否白皙、细嫩，主要还是取决于皮肤屏障是否健康、日常保养、防晒以及基因影响。光靠猛灌水并不会让人变白。咖啡、茶、牛奶不算水，很多人误以为这些饮品会反而把水分带走，其实不然。虽然咖啡因有轻微利尿作用，但这些饮品的主要成分仍然是水，整体来说还是能帮助补充水分。运动后只要狂喝水就行，这是另一个危险的迷思。运动大量流汗后，流失的不只是水，还包含电解质、钠、钾等。如果只喝大量白开水，反而可能造成体内电解质不平衡，甚至导致低钠血症，严重时会出现头晕、痉挛，甚至危及生命。总结来说，喝水的关键在于适量与听身体讯号，搭配正确的饮食与保养，而不是盲目跟随网络谣言。每天一定要喝2500cc 的水，这个说法并没有坚实的科学根据。真正需要的水量，要是你的体重、饮食内容、运动量、生活环境炎热或干燥。简单来说，水要补充足够，但不是越多越好。观察尿液颜色、味道，加上口渴感，就是最科学、最实用的标准。所以别再傻傻灌水了，听身体的声音才是健康的关键。健康从来不是靠流行的口号或网络谣言来维持，真正的科学告诉我们，喝水要刚刚好，不是越多越好。每天应该依照自己的体重、饮食、环境与活动量，灵活调整补水方式。记住一个最简单的原则，看尿液，听身体的声音。如果尿液颜色太深，就多喝一点；如果已经清澈透明，就别再硬灌。用这样的方法，你会发现健康其实比你想的更简单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，记得帮影片按赞，把这个资讯分享给你关心的家人朋友，
因为一个小小的提醒，也许就能帮助他们远离健康陷阱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下一次还有更多实用又正确的健康知识要分享给你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